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透过云的缝隙，渺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你也知道，赵继凯那个非法网贷的案子一直很蹊跷，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咱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但是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必须跟你当面说。好，我现在过来。我现在急需这笔贷款。对，请你们做好一切保证工作。好的，我可等你们的好消息。好，拜拜。董事长，您找我。莫言，我正好要找你呢。我叫你来啊，是通知你个事儿。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就是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新任总裁的办公室给收拾出来。我反复想了想啊，还是用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因为他那个面积大，而且格局也挺好。再说了，离我那儿特别近，沟通起来也特别方便。董事长，其实没必要那样，我在哪办公都一样。哎呀，你就别再推辞了。你这个人呐，干什么事情就是不爱去主动说。你不说没事啊，可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要是没看到，那就是我的失职。你想啊，如果不把一个新任总裁的生活安排好，那么我们新任的总裁如何创造新的效益啊？再说了，咱俩特别有眼缘啊！一见你就特别喜欢你。谢谢董事长的抬，这是我的荣幸。我还记得董事长您曾经开会时跟我们说过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您说，做企业如同攻城略地，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您还说，遇到急事呢，一定要静得下心，要沉得住气。播下一种心态，就会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请董事长放心，我一定会坚定信心，保持初心，坚决和汇泉风雨同舟，共同发展。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谢谢董事长。姐，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坐。干嘛呀？我回来不是来陪你聊天的。说，赵继凯什么事儿啊？真是案子的事儿。你看啊，赵继凯跟老黑，咱们已经反复审问过了。而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口供去寻找非法网贷的其他参与者跟相关证据，全都扑空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赵继凯没有完全说实话。没错。但是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研究起非法网贷了？我一开始没想研究，这不前段时间我玩那个游戏嘛，测试触发机制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法网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一深入了解，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了个大秘密。喂，你好。哎，你好。我游戏里的邮件是你给我发的吧？是的。你们说快速放款，真的假的？真
帅哥，不骗您，我们这边的公司零抵押，无需征信，无条件迅速放款，只需要您把您的相关资料填写一个表就可以了。至于利息呢，我们这边呢是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这也是迅速放款的相应代价嘛。而且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到时候您无法还款，我们也会为您设计一套适合您的还款方式。哎呀，其实这个非常安全的哦。你向他们借贷了？他跟我说零抵押急速放款嘛，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这钱一到手，我就明白了，他们这家网络贷款公司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而且手续还不合法，还提前收取砍头息。你看我那合同1万块钱，他就给我8000，直接扣掉2000，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审核费，你猜年利率超过了多少？70%。70%啊！这可都远远超过国家年利率最大限度了。这只是他们违法的一方面，他们最厉害的是回款的能力跟资金流转的过程。这个其实我当初也充满了疑问。你看，像这些网络贷款，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些高额利息来盈利的。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追债机制，但是如果他们把目标放在这些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年轻人身上，那必然会造成他们的资金链断裂。而赵继凯他又专门去设立了一套机制来筛选出这些年轻游戏玩家作为他们的目标群体。我就不相信会有哪家放贷公司愿意给这些还不起钱的年轻人放贷。我一开始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筛出来，然后我向他们其中一家公司借了1万块钱，然后故意不还款。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发消息我也不回，我就想看看他们遇到我这种不还款的人该怎么办。站住！你们要干嘛？寒暄是吧？你借的钱逾期了，你知不知道？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想当滚刀肉是吧？当初借钱的时候，客服没告诉过你们还不上我们该怎么处理吗？告诉了，你们是哪个公司啊？跟你没关系啊。反正是有人雇我们来收你上个月那笔账，你今天必须连本带利都给我还了，少1分都不行。大哥，我现在真没钱。小子，想跟我耍横到底是吧？我告诉你啊，少跟我来这套，没有用。找理由、找借口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我不管你是管父母要、找朋友借求爷爷告奶奶，今天也得把钱给我还了，听清楚没？哥，我真的没什么朋友。行，没朋友是吧？那我们就把你衣服扒光了，拍个照，贴满这一楼道啊！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我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公安局检察院的，你也得还钱呢。不还是吧？扒衣服。这样，大哥，你说个赚钱的办法，我去赚钱还你们，干嘛都行。你这越说越刺激。然后呢？他们把你怎么样了？这就到故事的重点了。姐，你看，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玩的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银商的职业，他们用现金去收购玩家刷副本爆出来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这种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所以价格很高。而且这个游戏还有防刷限制，就是说你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是有上限的。你要想再次进入副本，你就得购买点数，而且进入副本还需要入场券。最关键的是，你进了副本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装备，你根本刷不动怪，更别说爆装备了。你就得花钱再去买装备，装备在哪儿？银商呢。所以就是说，你不管在这游戏里面干什么，你都需要花钱。怪不得有些冲动的年轻人，哪怕要借贷也要买游戏装备。姐，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这个游戏里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价格很高，这说明了什么？你要运气好的话，你刷1次副本把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翻身上岸。你要运气不好，你刷1000次、1万次都爆不出来，白忙活。那这不就是变相的网络赌博了吗？是啊。我懂了，
这些所谓的营商，其实就是用这些游戏装备当做是一个虚拟的砝码。他们既是操盘的庄家，也是放高利贷的贷主，两头都吃，两头都不亏。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姐，有一点不一样，你看赌博啊，你要是债台高筑的话，你难以翻身，对吧？游戏不一样，你从银商的买了装备之后，那装备就属于你了。你可以一直刷下去，直到你把稀有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抵债，然后银商再拿这些装备卖给新玩家，这样利滚利下去，他们能赔都怪了。所以你就是这么还款的？哦，难怪啊，难怪赵继凯会设立一套只专门针对这些年轻冲动消费的玩家筛选的机制。哎，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欢游戏才会接触到营商，因为喜欢冲动消费，所以才会买游戏装备，因为没有钱才会借贷，这3项缺一不可。如果3项都满足，基本上也就是赵继凯的囊中之物了。姐，虽然赵继凯跟老黑已经落网了，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贷款公司跟催收机构还在继续运营，还在继续荼毒年轻人。郭蒋还在吧？在。走，赶紧跟他汇报。哦。我在接受有关方面采访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要觉得年轻学生没有还款能力，就不会被非法网络贷款盯上。恰恰是这些没有工作、没有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和年轻群体，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诱惑的抵抗力就不足，或者容易冲动消费，不计后果，这些特点反而更容易被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的毒手给盯上。像这种行为啊，已经形成了社会上广泛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做好这方面的普法。郭姐，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这些非法网络贷款，他们都有相当充足的成本回收手段，比如说像裸贷、通讯录轰炸、威胁恐吓、网络暴力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在面对这些威胁恐吓，还有各种手段的时候，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就会尽自己全力去补上这个窟窿。比如说向自己的父母求助，向好朋友借钱，又或者是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还钱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赵继凯这里，就成为了游戏的奴隶，成为了替他去榨取虚拟价值的工具，实在是令人发指。小韩，你把最近这段收集的信息做一个情报汇总，转给公安部门，引导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深入调查。不光是这个赵继凯，还有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幕后黑手，一定要追查透了，一网打尽。是。好。喂，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大忙人，没打扰你工作吧？是这样的，公司呢升我做总裁了，我想庆祝一下，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饭。肖木恩，你邀请我去你家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永刚和小娇他们都来。行，我明白了。你这个呢，就是觉得来玩不想非礼眼，你必须得自己亲自做顿饭，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是啊，你想啊，这外面吃来吃去啊，也就那些，不如在家里吃的舒服。你说呢？好吧。既然你的理由都找得这么充分了，我问问小娇他们哪天合适啊？好，时间由你们来定。
我看看我周六晚上有没有事儿。看周六应该是12号吧。哎呦，我周六可能得来趟检察院。但是也没那么着急，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定在周六晚上，怎么样？好啊，那就定在周六。恭迎你们的大驾光临。行了，你别评了，我先逛了啊。小娇，怡棠呢？她最近心情不好，跟我闹别扭，都不回我信息了。你受累，你帮我多关心关心她啊。对了，小娇，那个周六晚上是要去肖门他们家里吃饭，对吧？何队，哎，何队，这2天没休息好吧？老糟汤圆，补中益气、安神醒脑的。你们这些男的看我的脸，是不是觉得我都亏气啊？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还有谁啊？哎，行了。肖摩恩，他弄那些东西，能有我这实在接地气儿啊？是，来，尝尝，试试。哟，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你放醋了？老糟汤圆放什么醋啊？你自己尝尝。酸不酸？你逗我呢？来吃。谢谢啊。嗓子不舒服，去开点药去。放心，交给我吧。对了，周六晚不见不散。你怎么哭了？别哭了，你就不应该来这儿。赵启凯，你哪来的自信？你觉得我会不管你？你应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忘了我。忘了你？你能忘了我吗？对啊，你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已经忘了我吗？我有什么可问？我从汇泉辞职了，干回了我的老本行。你是我重新职业后的第一个客户。你给我的律师代理费我收到了，我查了一下，你给的钱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我好好替你打。别再折腾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你应该拿着这笔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海岛吗？毛里求斯、斐济，你想去哪儿都行。这个卡的密码521184，什么意思啊？你想多了。我爱你一辈子。我多少次希望你能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亲口对我说你爱我，但我始终没有等到。
关系，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不习惯直接表达，这个也一样，却比那些更深刻。还有啊，我知道我爱你就够了，我心大，什么都能装得下。我们来聊聊你的案子吧，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你这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我涉嫌侵犯、买卖、为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钱天星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泉新游戏的更新包里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更精准地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赵启凯，你不是人。现在终于发现还做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不要再碍手碍脚地介入我的事情。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主动自首吗？那天你到底干嘛去了？小母，你在干什么？就算你是老 A， 你也不能随便杀人呐！我也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现在还认为你死得冤吗？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你，说你堪当大用，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呢？姨妈，你是在说钱天星吗？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你以为只有你关心他们？原本按照我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可偏偏你烂泥扶不上墙，为了一点小利益，非要亲手去犯罪，不仅断送了我的一条线，更是断送了我的姨妈。我没有，我没有。你不承认吗？就是你，是你亲手将你深爱的心姐送进死牢的。没有，小文，我真的没有。小文，小文，你饶了我吧！你看在心姐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吧啊！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真的，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饶了我，饶了我。赵继凯，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好。第一，去死；第2，去自首。按照你犯的事儿，最多判3到5年。几年后出来，我会给你准备好一笔钱，足够你后半生和你的那位李一堂浪迹天涯的。赵继凯，你认为你的那些小伎俩能够瞒得过公安和检察的调查吗？我的姨妈愿意为我去死，这是她很多年前就做出了选择。可只要我还在这世上，她就不会被判死罪了，因为检方知道她不是老 A， 她对待你还真是不错。若不是她在我面前祈求让我留你的狗命，你认为你今天
有机会见到我的脸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揭发我。可我死，你的那位李一堂也得给我陪葬。这2个女人，我就看你选谁了。记住，不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尹慧泉？为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我不能说。我猜到了，我猜到了，你总是没什么能告诉我的。既然你的后路从来没给我留过位置，我也不能再自讨没趣了。不过，我还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我想通了，完成最后2件事情之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我会彻底忘记你，忘得一干二净。第一，你给我的钱，我仍然会一分不少的花在你身上。第二，我要搞清楚，你跟钱天仙死心塌地去维护的那个上级，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老 A， 对吧？你别乱来，有些事情不该你知道。赵继凯，怎么了？没事儿，我最后再教你一次。再见了。你听我的话，你别乱来。拜拜拜拜。李一堂，你给我站住！怎么了？李一堂，你还真不知羞耻啊！怪不得外边那么多人说你闲话，只会拿男人当饭票。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你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的吗？怎么转头又跟别人好了？行，你不跟我好是吧？那你倒是别让我带你去皇冠餐厅吃饭呢，那是我1个月的生活费，你知道吗？来，今天就把钱给我，来，给我。这位同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女朋友了？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自作多情了？行啊，大家快看啊！李一堂骗吃骗喝，还骗我感情啊！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我说了，怎么了啊？这位同学，你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吧？你怎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学校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上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违法行为。行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你给我等着啊！同学，嗨，谢谢你刚刚替我解围啊！一块上课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不用谢，我就是不喜欢看到有人随意诽谤他人。那如果我跟你说他不是诽谤呢？
我确实跟他吃过一顿饭，但约我的男生那么多，谁说吃顿饭就要做他女朋友了？他这种想法太自作多情了，你说呢？你不爱听啊？不爱听我不说了。你不会真的相信刚刚那男的说的话吧？天哪，你也太单纯了吧！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我了解你，你叫李一堂，是本学期4月22号下午3点半，从民事诉讼法开始，从工商管理系转到我们法学院的。你每天都会换一套衣服，这些衣服我也没见你重复穿过。在食堂选餐的时候，你永远都挑最贵的，从来不担心价格和你自己的食量，好像浪费很多，你也从来都不心疼。你也乐意去接受他们的消费，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你缺乏安全感和爱的体现。你家里应该从小对你娇生惯养，你父母给了你很多物质上的支持，却从来都没有给足你内心的需求。我相信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哦，对了，这本书我借给你看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对你有点启发。谢谢你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更没有人真正在乎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叫李一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朋友吧。我叫安妮。安妮，我为了他最后选择一次大冒险。拯救赵继凯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只有我们反目，才对你我都安全。来了。欢迎欢迎，快进一点小心意，还买水果，客气了啊！啊，来，快进来吧。不用换鞋子吗？不用，进来吧。啊，来，行。哇，做了这么多菜啊，这吃不完多浪费啊！你难得来一次家里啊，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不得多准备点啊？哎，我来帮帮你吧。不用，你去坐着啊，茶几上有水果，你拿着吃。洗过了啊。那我就张口等着饭啊。去吧。哎，那里有水果，已经洗过了啊。行。好大呀，你家。哎，这个是不是城北的那所孤儿院呀？没错，现在已经改成公益小学了。啊？什么时候的事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这家公益小学的名誉校长哦。可以呀，你肖文，你偷偷做好事呢。施小虎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公司啊，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资金，由我来负责。上次不是听你说起过失事孤儿的事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公司董事会啊提出了建议，在咱们江城呢，专门成立一所公益的特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其实不管是慧泉的行为，还是你每次发起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是好事吧？以后啊，我也多了一个好去处。当生活上压力太大，或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我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那些孩子们。其实想想，这些孤儿们真的是挺可怜的，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疼痛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我认为，人的童年必须得是快乐的，就应该让他们生活在像童话世界里的那种单纯的环境里成长，不能因为世俗的激烈现实而变得失去纯真。还挺文艺啊。
这大姐，哎呀！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小娇给你来信息没有啊？我手机在房间里充电呢，怎么了？关机了，她说她来不了，净干这种事儿。哎呀，你的这个闺蜜呀，我又欠她一次人情啊。呀，你可别这么鼓励她了，你再这么鼓励她，下次还能这么干。那怎么办？咱们先吃。行，咱们就先吃着呗。反正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你后面如果还有菜，你就别做了，不然吃不完太多了。行，我把汤盛上来啊。还有汤啊？哎呦，不行，我真不能再吃了，吃的有点多。等着啊，我还有饭后甜点。哎呀，怎么还有甜点呢？哎呀，肖总真不用了。哎呦，是电话吗？我去接个电话啊。我就吃一口吧。这理工男看的书还真不少，还有童话书。我们都不在，也无法再是一个孩子了，不能再在那个年纪还小的世界里奔跑，但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堂。小飞侠彼得潘。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妈妈会一直开着窗户等我，于是我就在外面玩2个月，又玩2个月，然后我飞回家，可是窗户已经拴住了，妈妈已经把我忘记了。我的床上睡着一个小不点儿。看什么？我看到那儿有一本童话书在里面。肖总，你干什么？安妮，对不起，我是……安妮，先回去了，肖总，我明天还有事儿。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由王鹤宇同志担任咱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主任，以后公益诉讼这块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了。哦。另外，赵佳，你也一块调到这个部门。坐。不是，郭姐，我这就是你，啊，院里已经考察你很久了。首先，你是老同志，业务精专。政治素质过硬，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任劳任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好好干。哎，是，不过那个郭姐，您看我这刚对这个网络新型犯罪有所了解，那我这就……正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会大胆地选用你。现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的是从线下转到了网络上。
所以更需要在网络这方面的经验。这最近我也关注了最高检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这其中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的案件的办案重点，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重点的方向之一。这公益诉讼检察部既要重点的关注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的，现在这社会啊，日新月异，更迭得很快，区别于传统的犯罪形式，现在这网络侵害就变得十分突出。对付这个网络侵害，还是得从源头抓起，像数据安全，还有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方面的阵地绝不能丢，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是郭姐，你说这个现在网络发展的真是日新月异，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商机和便利，但是同时呢，也催生了一些关于这个个人数据监管的这个缺失。你看这个通过汇权牵出的这个赵继凯的事儿，这我倒有个想法啊，我们不妨先从本市的其他游戏和 APP 入手，做一轮摸底，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采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这种犯罪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和利益链条的，那一经查处，我们就坚决的依法制裁，斩断链条。说得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一体化办案的优势。这个贺宇，你具体来负责，在民众维权上多下点功夫，抓几个重点案例，一定要把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这个金字招牌给它打出去啊！请领导放心，请领导放心。那就拜托你们了。姐，姐，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汗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我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